小西，又去挖土啦？小西，新一窑什么时候开啊？过几天就开了。窑火待纯青，釉色需静心。这一窑的月白，当有匀破之处。NPC 灵犀，身份烧瓷匠人。经核心算法评估，你对主线剧情推动贡献率低于0.1%，判定为冗余资源。冗余？我所造之器承载的是千年浆火，岂是你这冷冰冰的算法可以评判的？效率至上，情感与传承皆为无用数据，所有冗余都将被清除。你这间烧瓷工坊已经多久没有墨剑客踏足了？现发布最终任务，立刻烧制出令宋徽宗满意的雨过天青色乳瓷，证明你的存在价值。天青色，那是可遇不可求的神品。你现在要我烧出，这分明是强人所难。任务失败或拒绝接受，将执行永久删除程序，此为最优解。最优解，一家之罪，何患无辞？我不见。指令拒绝，威胁等级升级。既然放弃求生，那便立即处刑。这里是幽冥，还是仙境？目标灵犀已突破维度壁垒，逃逸至基准现实世界，其存在本身即是系统完美的污点。你的任务潜入基准现实，在它找回力量，造成更大逻辑悖论之前，彻底抹杀，不惜一切代价。指令已确认，执行抹杀程序。目标锁定，坐标确认，清除开始。不行，撑不住了，这方天地为何如此排斥于我？游戏中的 AI 核心算法已经更新使用，论坛玩家的反馈，你帮我监测着。你没事吧，小姐？目标与高价值单位产生交互，公开场合清除成功率18.3%，暴露风险率91.5%，非最优时机，等待。需要我帮你叫救护车吗？是你，周世山。你是谁？所以你还是不肯说你是谁？创世神好犀利，我必须要尽快熟悉这个世界，才能活下去。我的世界，主人，夜深了，检测到这是什么物件？怎么会说话？不介意的话，你今晚睡这里。哎，等等，这个我可以。他确实太想来自我的游戏了，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我明天让助理把衣服送过来，你今晚先休息。你好，小姐，我们这儿面试要求很高，而且需要预约面试，简历有吗？姐，让他试试。啊，面试厅在这边，请跟我来。
我们直接点题吧。我们公司的新项目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请谈谈你对宋词的理解。宋词之美，不在于繁复雕琢，而在于极致简约。千峰碧波翠色来，不及天青一抹云。若论魁首，自是汝窑。汝窑为魁，天青为贵，其色乃雨过云破，夜空将晓之瞬间。追求的非形非色，而是一灭入魂的宇宙意境。匠人一生所求的，不过是将这刹那的天意凝于泥土，封于窑火。一个只记得自己名字的人，却有堪比专家的文化储备，是宝藏还是？通知人事，这个人我要。信号源确认，目标就在那里。环境扫描，最佳清除方案：交通事故，伪装率99%，介入调查风险低于0.1%。谢谢你。刚才那个人看见了吗？什么人？那不是错觉，这个女孩身上藏着巨大的秘密和危险，而那个和她一模一样的人是敌非友。看来这个世界也并不安全，我该怎么破局？参考了《清明上河图》，但我们想增加更多奇幻色彩，比如这里的虹桥，让它发光怎么样？可以啊，那再加点飞天仙子。会不会太仙侠了，和我们写实的风格不符啊？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林夕，你是文化顾问，说说你的看法。此桥不必发光，汴京之胜在于人间烟火，而非仙术幻影。这个有点太无聊了吧，很平淡。虹桥之妙在于其结构精巧，能承重万千人马。若真要光彩，何不直接描绘夕阳西下，桥身木料浸透暖光，与桥中倒影相辉映，那是人间匠气与天时结合的产物，远比凭空发光更动人心魄。啊，还有这9番字样，用的是小篆体，而北宋年间市井多用于仿颜体或带有隶书笔意的楷书，如此细节方显真切。按他说的调整，散会。你似乎对墨剑江湖特别有感情，因为那是我的专业领域。有时候我会觉得你不像在学习那个世界，而是在回忆它。啊，陈总说笑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哎，话说，你有没有觉得林夕顾问像我们游戏里的 NPC 啊？是吗？陈总，就那个上4工坊里那个，好久没去关注过那个场景了。对宋代事件细节的了解，超越了专业的考据团队，对游戏世界观的理解，近乎
容貌相似可以是巧合，但这种深入到骨子里的契合，追求的非形非色，而是一念入魂的宇宙意境。你会是他吗？普通玛瑙入釉，色泽浮躁，胎骨难合，古籍所载，玛瑙为墨，绝非寻常之物。究竟缺了什么关键？北宋宫廷御用独特矿物成分。是了，定是它。唯有经历过岁月沉淀，蕴含独特天地精华的古老原石，方能作为引子，调和出这天青之色。这是我唯一的希望，无论如何，必须一试。苏娜，听说陈总家有一个私人博物馆。陈氏家族博物馆不对外公开的，里头全是宝贝。听说有一幅画还是镇馆之宝呢。陈总偶尔也会去，毕竟啊，那是他爷爷的心血。他爷爷？陈老先生可是有名的收藏家，学问大着呢，就是脾气有点古怪。爷爷，版权的事就这么定了，周末我回去看您。你呀，也别总想着游戏，公司的运营啊，把自己搞丢了。好，你忙吧，我走了。有事儿？没什么要紧事，秦总。您先忙，我先回去了。走错了。目标行为模式分析，正在寻找关键物品玛瑙原石，企图逆转任务进程，威胁等级提升，必须在他得手前予以清除或夺取关键物品。不对，这气味是石胆混合断肠草提炼后的味道，无色无味，但遇热水会溢散出极微弱的酸腥气，常用暗杀。不是意外，是冲着我来的。那个人是，既然已经追到了这里，还用了如此阴毒的手段。目标过于警惕，寻找其他清除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幅游戏的画面截图就是我们新兴的项目。我们将北宋时期的人物和现当代的网游相结合，这就是我们要的爆款项。传统的皮加上网游的核，玩家一眼就能记住。张总，恕我直言，这样的方案形似而神散，华而不实。灵犀顾问才来几天，口气倒是不小。你说华而不实，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实？宋人之美在于意境和留白，画面书可走马，密不透风。而我们现在的方案，元素堆砌，画面满则意，乱则俗，失去了呼吸感。
如何能让玩家体会到雨过天晴般的澄澈意境？你这是迂腐！游戏要的就是刺激，要的是爽。照你这么说，全部建成博物馆模拟器算了。张总，文化底蕴不是束缚创作的枷锁，而是避免我们堕入庸俗的基石。真正的爽，是让玩家沉浸在一个真实可信、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的梦里，这才是高级的、得以流传下去的。说得好，美需要见微知新，而非粗暴的堆砌。这个方案驳回，全部重做，方向就按灵犀顾问提出的思路，他的专业判断，以后在这个项目拥有最高优先级。灵犀，咱们走着瞧。沉默，沉默，你真是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一个来历不明的小丫头，空降到核心项目，你还敢给她最高权限？我倒是要看看她背后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喂，帮我查个人，叫灵犀。对，越仔细越好。重点是看他跟陈默是怎么认识的。钱不是问题。嗨，听说了吗？张总在查最近新来的那个灵犀。真的假的？为什么呀？还能为什么呀？因为陈总他看中他了呗。张总那边能舒服？听说他还找了外面的人查他呢。哦，灵犀顾问真敬业，怪不得陈总那么喜欢你，破格录取你。张总过奖了，我只是做好分内的事情罢了。分内的事？可我听说灵犀顾问连份像样的简历都没有，想必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我的能力，陈总和项目成果自然会证明，不劳张总费心。前有账号调查，身份即将暴露，后有 AI 追杀，性命危在旦夕。若是真烧制出这天青子，是否就能逆转结局？不能坐以待毙，躲藏和恐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账号要查便让他查，但我必须在他拿到确凿证据前找到立足之本。而那个复制体，我必须知道他的弱点。机会，唯一的突破口就在陈老爷子身上，必须在他面前证明我的价值，拿到接触玛瑙原石的资格。AI 复制体，张浩，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我灵犀能从死刑城上逃出升天，就绝不会在这现实世界束手就擒。这场仗我打定了。进。不愧是创世神，气场还是好强。他会帮我吗？林夕，你来公司这么久了，到墨剑江湖里玩过吗？还没有，陈总，我没有账号。你最近表现不错，但公司自己的游戏还是得投入其中才更深刻。如果我以墨剑客的身份进入游戏，AI 还会追杀我吗？
我会的，陈总。另外，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去拜访陈老先生。林夕小姐，老爷让我来接你。请。陈默跟我提过，随便看看吧，旁边有介绍卡片，不过只许看不许摸。这套斩图的釉色应是仿当时共窑的金丝铁线，只可惜开片略显生硬了，窑温过高。唐代仿汉的玉皇，刀工虽精，却失了几分古拙之气。小姑娘眼光很毒嘛，你不会只是来参观的吧？陈老先生面前不敢卖弄，只是觉得器物有灵，会说话。他们诉说的是那个时代的故事和匠人的心意，比那些只看价签的强点儿。那你说说，这块石头它有什么故事？此时表皮温润，引见风化纹，确是古物。但我觉得它的故事不在其表，而在其内。怎么说？北宋宫廷所藏玛瑙器、西域贡品居多，而此件独为汴京本地所产，其琢制之法不取极致圆滑，而重因材施艺，寻时势而留天然韵致。你师承何人？这宋玛瑙三变法早已失传多年，我也只是在残卷中看到只言片语啊。家学渊源，偶有涉猎，让老先生见笑了。但我觉得此物最稀罕之处，是在于它承载的天地精华未曾卸载，是一块真正的活石。管家，管家，开柜！孩子，拿去看看，好好看。还有几本古籍图谱，一定拿去看。这石头在我这儿只能是个死物，只有在懂它的人手里才能焕发生机呀。谢谢你，陈爷爷。灵犀顾问，你的方案好是好，但是你知道吗？按照你的方法去复原宋代细节，要给公司增加多少成本吧？为了你所谓的意见，让公司承担这么大的代价，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预算的问题我来解决。这个项目文化是核心竞争力，不能打折。林夕的方向没有问题。陈总，你不能说了，按林夕的方案执行有什么问题？找我。谢谢你，陈总。现在你是越来越忙了，也没时间回来看我了。我会抽空多回来的。记得你刚开始做梦见江湖的时候，每天都往我这儿跑，就说呀，想把我这儿所有馆藏都做到游戏里面才好。有时候啊，你来的时候都后半夜了，虽然那么晚，但是眼睛啊还是依然很明亮的。NPC 离线的代码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吧？你所坚持的也是我相信的。很晚了，我送你回去。都忙到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这里的灯火虽然亮得刺眼，但这股热闹的烟火气很像什么？很像我梦中汝州的夜市，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小贩吆喝，空气中飘着食物的香气。那里的灯火虽然没那么亮，但那种温暖踏实的感觉很像。那一定是一个很美的梦。很美，所以我会尽力保住它。张总您好，我是财经前沿的记者李薇。久仰大名，能否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师妹，这边请。李记者想聊什么？我们墨游游戏公司现在发展得很好。当然，陈总的战略眼光和张总的丰富经验，尤其是新引入的文化顾问林夕小姐，听说她的眼光独到，给公司省了很大的麻烦。她是有些想法。不过张总，我最近听到了一些不太好的风声，出于职业操守，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你。什么风声？我们接到匿名爆料，说这位林夕小姐背景成谜，入职的流程也颇为特殊。更巧的是，我们的记者最近在调查星辉游戏，这个公司成立了一个国风项目，其核心设定与林夕小姐的方案非常相似。当然，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也有可能是间谍的惯用手段。一女加阿尔夫，贩卖核心创意，毕竟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是最好的间谍人选。张总，贵公司的核心知识产权要当心啊！李记者，话可不能乱说，你有证据吗？证据？我又不是调查机构，但是这些线索足够有心人警惕了。或者你可以去看看他的通讯记录，他是不是触碰过不该触碰的核心文件？言尽于此，告辞。林夕，怪不得你和我处处作对，原来是星辉的老鼠。沉默啊，沉默！你聪明一世，这下可算是引狼入室。给我盯紧林夕，特别是他上下班见了什么人，查了什么资料，这次我要拿到他吃里扒外的证据。种子已播下，人类的猜疑与嫉妒将是最有效的催化剂，让目标陷入内部斗争的旅程，新竹效率将大幅提升。星辉一直是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最近在国风游戏项目上动用了大量资源和财力。陈总，各位同事，抱歉打断，有一件关乎公司核心利益的事情，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事情，我必须在此公开。我们收到确凿证据，新来的文化顾问林夕，其真实身份是竞争对手星辉游戏的商业间谍，他窃取了我们的核心机密贩卖给对手，这就是为什么星辉最近的项目和我们如此相似。怪不得他的简历是空白的。我就说哪有人懂这么多，原来是带着任务来。林夕，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以张副总的想象力，不去写小说真是可惜了。就凭几张伪造的聊天记录截图和一张普通的咖啡店照片，就可以定罪了吗？照片？那你怎么解释你超乎寻常的知识呢？还有你偷偷观看陈总家博物馆藏品，他甚至觊觎陈家的传家宝，那个玛瑙原石，那难道不是想窃取最后的核心机密吗？
既然张总提到了玛瑙原石，那好，关于这块石头以及它为何对我们的项目至关重要，接下来我想请一位真正的权威来为大家解释一下。林夕啊，陈老先生，抱歉打扰您，公司内部有人质疑我研究玛瑙原石的动机，并且污蔑我为商业间谍，能否请您告诉大家，那块石头究竟是什么？那块石头啊，是我亲自允许林夕研究的。至于它是什么，此事关乎宋代陶瓷史上一个千古之谜。汝窑天青色的成因，古今学者都推测呀，汝窑天青釉的奥秘和特殊矿物入釉有关。林夕提出的玛瑙为墨之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失传古籍的大胆复原猜想。他是在做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复原实验。张总，各位同事，你们以为我在窃取创意？不，我只是在复活一段失落的文明。天青色从来都不是一种简单的颜色，它是宋人追求天人合一的极致美学，是雨过天晴那一刹那的宇宙诗意。另外，我的知识来源是你不屑一顾的旧纸墩，是千年前匠人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这需要说吗？真相大白了，林夕顾问不仅不是间谍，更是我们项目最宝贵的财富。张副总，关于你所提供的证据，我会让人事部和法务部介入调查，给你一个交代的。张浩，请留步。今天的事情，我希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林夕顾问是我亲自请来的人，他的能力和责任由我陈默全权承担。公司的内部竞争应该体现在业务上，而不是这种无中生有、构陷同事的低劣手段。如果再让我发现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林夕顾问进行不实指控或恶意引诱，无论他是谁，什么职位，我都会请他立刻离开幕后，说到做到。刚才的事别往心里去，张浩那边我会处理。谢谢你，陈总，又给你添麻烦了。我知道你身上有秘密。陈总，你不用现在告诉我，我只需要知道你不是商业间谍就够了。其他的，比如你遇到那天说的创世神，比如你对那个游戏世界熟悉的像回家一样，比如你看着这座城市时那种格格不入的疏离感，这些秘密或许让你很辛苦。我想告诉你的是，无论那是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我会等到你觉得可以信任我的那一天，亲口告诉我。有我在，没有人能再欺负你。怎么？我带你去个地方。陈总，我们这是去哪？一个能让你专心做实验的地方。张浩虽然暂时收敛，但公司人多眼杂，不适合你进行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这些都是你为我准备的。是啊，你说过你需要安静的环境和合适的窑火，这里是我以前静心的地方，随便布置了一下，看看还缺什么。不缺了，什么都不缺了。这窑，这工具，比我想象的都要好。
这些材料很难找吧？谢谢你，沉默。在我来的地方，每个匠人都希望能有这样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心无旁骛的追求极致。没想到在这里实现了。那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天地，想来随时来，钥匙给你，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至于安全问题，我会负责。有你在，我很安心。太无耻了，这不是抄袭我们出版方案吗？但他们抢先发布了，还加了很多特效，现在网上很火，说他们创新大胆。看来我们的核心文化也没有那么多。现在被抢了先机，怎么办？陈总，既然他们想比，那就和他们比比，什么才是真正的送风雅韵。给我3天时间，1场直播就好。又来蹭热度，搞噱头吧？能有人家星辉的片子炫？这文化底蕴真的不是快消咖啡能比的。我的手看会了，脑子不，你没有。哇，这手法好专业啊，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这才是意境啊！做人点茶，贵在点字，不在饮，在于观汤花变幻之美。饮的是过程和心境，非静心凝神，不可得其中3味。降维打击啊！幸亏那些狡猾道具弱爆了，我好像懂了什么叫留白。姐姐娶浩哥，他们上热搜了，真让他们成功了，浩哥。赢了，赢得毫无悬念，赢得非常漂亮。这不是赢，这只是让该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了。目标确认，清除模式启动。你借我容吗？本就有渊源，何苦赶尽杀绝？冗余数据没有存在的价值，你的情感和挣扎是系统最大的 bug。高价值干扰目标一并清除。你怎么样？伤到哪里？ AI 受到牵制，计算数据支撑不足，最优解暂时撤离。可惜了吗？刚才那个人。所以，你现在能告诉我，那个想要杀你的他？ 到底是谁？而你又是谁？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听起来非常荒谬，但请你相信，我说的话一定都是真的。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相信。
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我来自你创造的那个游戏《墨剑江湖》，我原本只是你游戏里面的一名 NPC， 一个名叫灵犀的烧瓷匠人。日复一日，遵循着设定好的轨迹，是有一天，游戏被一个强大的 AI 接管，他判定我对主线剧情无用，并且给了我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要我当场烧制出令宋徽宗满意的天青色瓷器，如果我做不到的话，他就会立刻彻底的清除我。我挣扎了，我反抗了，可是换来的只是 AI 立刻执行的死刑。就在我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拉了过来。等我再清醒的时候，我却已经到这个世界了。那个要杀我的人，他就是 AI 用我们的原始代码复制的镜像。他的任务就是在我找到方法将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之前，将我彻底的抹除。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所以你拼命想烧出天青色，不仅仅是为了发现什么，而是为了活下去，回到你的世界。只有活下去，我才能彻底的清除那个 AI， 才能回到我的世界，拯救我的同伴。林夕，看着我，是我创造的世界，是我写下的代码，把你推向深渊，这是我的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林夕，刚熬了一宿，解析 AI 的核心模块，但他已经擅自重写底层权限协议。现在唯一的变量就是你。我想了一夜 ，AI 的行为模式最根本是基于效率至上和最优解，而他判定你无用，是因为你的行为模式无法被他量化和预测。所以他无法理解匠心和意境。这两种没有办法被数据评判的东西。没错，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追杀你，甚至不惜创造一个复制体，跨越维度消灭你？因为恐惧。恐惧 ？AI 也会恐惧？不是人类的情绪，是自身存在根基被动摇的逻辑恐惧。你想想啊，天青色是什么？是雨过天晴的偶然，天人合一的意境，无数变量在极致巧合的情况下形成的神迹。不可控、不可测，更不可能批量复制。而你，一个被系统判定为荣誉的 NPC， 随时可能被抹除的数据，你的存在有可能在它的规则之外。AI 永远无法理解的人类精神，你的情感、执着、创造力，来完成这个神作。一旦你成功了，就等于向整个系统证明你的作用。所以，我烧出天青色。就是为了我自己，这是一场为像我这样的灵魂而证明的战斗。是，这是一场新以算法的战争，而你就是可能突破那坚毅壁垒的突破口。现在，我们正式联手，我来研究 AI 的核心漏洞，给你提供一切技术支持，而你专心完成足以改变两个世界的作品。天宫开悟有载，玛瑙为墨，釉色沉静。
宝光内敛，成败在此一举。这下人赃并获，看陈默还怎么报他。一定会成功的。欢迎大家来到慈善拍卖会现场。这件藏品是明清时期的官窑，起拍价为1000万，每次的加价金额为50万。有意者请出价。66号、17号、88号、39号。非常抱歉打扰各位的雅兴，在这样一个高雅的场合，我不得不揭露一件可能玷污艺术殿堂的行为。正如大家所见，照片上就是咱们的灵犀小姐。她打着复原北宋美学的称号，却肆意毁坏了北宋的玛瑙原石。这块原石是陈老的命根子，是不可估量的国宝，而她却为了自己虚无缥缈的实验将其摧毁。更可笑的是，她炼出的那些东西不过是些不堪入目的残次品。这种行为是对文化的犯罪，更是对在座热爱艺术之人的一种侮辱。那块石头是我亲手交给灵犀使用的。什么叫损毁？玛瑙入釉是古法，是正途。你这不学无术的东西，谁敢动那孩子一下，就是和我陈长风过不去。能否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张副总既然提到了我制作的东西，不如让大家一起亲眼目睹一下。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他毁掉国宝烧制出来的东西，一文不值。诸位请看，这的确是一件失败之作，有裂纹，釉色不均。但请大家仔细看这裂纹的边缘，这若隐若现的色泽，瓷器烧制犹如生命孕育，10要9不成是常态。这一抹天青虽不完美，却是火焰与泥土、匠人心血与千年配方碰撞出的完美火花。张副总口口声声说国宝，但你可曾知道，文化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将珍宝藏之高阁，使之成为冰冷的器物，而在于活用，在于传承，在于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这块玛瑙沉睡千年，能在今日为探寻千古绝色尽一份力，这远比躺在保险柜里更有价值。器物有魂，其魂在于制作者倾注的心血与时光，在于使用者赋予的情感与记忆。张副总只看得到物质的损毁，却看不到精神的传承，用功利的心去衡量无价的艺术，这才是对文化最大的不敬。您说是吗？林夕这孩子说得好啊，这块石头能用在追求天青色的路上，是他的造化。我陈长风全力支持。至于张浩，你心术不正，不配谈艺术。沉默，莫有容不下这样的人。鉴于张浩先生近期的不当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和声誉，我宣布即刻解除其在墨游的一切职务。张浩，需要我请你出去吗？窑温升至3成时，玛瑙墨与基础釉结合尚可，但这5成火后，收缩比差异导致胎釉分离，产生裂痕。天青色显于釉层最薄处，因光线折射而异变。结果不太理想。不，恰恰相反，收获巨大。这次失败恰恰告诉了我成功的途径。你看，裂纹的产生呢，是因为玛瑙墨与它的胎土
它们的膨胀系数在高温下不匹配。而这一抹天青色，它出现在窑内温度偶然变动，以及在釉层最薄的地方。这说明本次的关键并不在于釉，而在于窑火的控制。在于让恰到好处的时机，以恰到好处的厚度融为结晶。这是我闭门造车永远都想不到的。所以这次不是失败，是排除了错误答案，离成功也更近了。没错，古人云10窑9不成，每一次不成都是下一次成的基石。现在我更有信心了。这次我们找到了路，下一次必定成功。必定成功。警告：基准线是目标灵犀，实验数据出现异常跃迁，成功概率从0.0001%提升至7.3%，逻辑悖论风险激增，威胁等级提升至最高，授权解除所有限制器，注入终极战斗协议，任务更新，不惜一切代价在下一个窑火周期内彻底清除目标，同时启动根绝程序，扭曲原事件。限制器解除，战斗协议加载完毕，根绝程序启动，目标地。林夕，你在哪里？怎么回事？突然感觉好冷。根已动摇，枝叶必将枯萎。这一次不会再有意外。不对，明明调整过了，为什么还是不行？是我太慢了。如果我最终失败，跟我走。我们去哪里？我还有很多数据要分析。数据已经在那里了，存在了上千年。我们去见见老师。感受到了吗？时间在这里凝固了。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原来是真的。这不仅是颜色，是天地呼吸的间隙，是匠人将整个灵魂融入泥土后，时光赐予的答案。我一直在追求完美，害怕失败，害怕辜负。但你看刚刚那件汝窑炉，它或许在当年也并非完美无瑕，但是在现在它的存在就是完美本身。匠人一生所求的从来都不是烧出一件惊世骇俗的神器，而是面对手中的这一捧土，倾尽所有，问心无愧。对得起这捧土，对得起这窑火，对得起这份传承，便足够了。所以找到你了，图勒。找到了。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我们回去吧。老爷，灵犀小姐回来了。林夕啊，陈默那小子没和你在一起？我叫他先回去了。陈爷爷，我想一个人静心制作。好，
你们年轻人啊，有年轻人的门道，我这把老骨头就不打扰了。林夕啊，你上次提出的宋代窑变技艺，我回去又翻了翻书，我觉得在钧窑上面的表现，是不是比汝窑上的表现更加显著啊？根据史料记载，钧窑以窑变釉著称，汝窑则以天青色取胜，二者侧重不同。那你说说，在钧窑上最难得的玫瑰紫，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是同元素在还原验中的偶然成色，概率极低。你不是灵犀，你是谁？目标阻碍障碍清除，实行 B 计划。追！叶长，把石头放下！你拿走的是石头，拿不走它承载的千年火。你想清楚，是因为你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这冗余数据能触碰到的境界，你这完美算法却遥不可及。无意义的情绪波动，美的本质是可量化的数据集合。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剔除系统中最不稳定的错误因子。那我们就来看看，你所依赖的数据究竟能触及多远？天青色到底是什么？色度值井号10F017，饱和度23%，明度89%。天青色从来不是一种固化的色彩，它存在于每一次独特的瞬间，它是一种偶然的美，随观者心境，万物纷纭而微妙变化，是窑火和泥土对话时偶然留下的诗句，是生命的痕迹。这样的美，你的数据算得出来吗？第二个问题，游戏世界，我的师傅老窑工，他每次开窑前，为什么都要默默在窑火站上一炷香的时间？无意义的行为动作，数据显示此为固定的动画设计，旨在增加游戏 NPC 的拟真度，概率100%。你又错了，那不是动画，那是敬畏，敬畏火，敬畏土，敬畏天地间那不可控的孕育奇迹的力量。那炷香烧完的时辰，刚好是窑温达到顶点的时候，那是他在用心与窑火共舞。这样的敬畏之心，你那算法算得出吗？最后一个问题，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天青色究竟有什么意义？命令目标烧制出符合特定色号的标准瓷器。不是希望，是人们在有限不完美的人生中，对无限对完美的极致向往与追求。错误，无法解析，逻辑冲突，核心指令受到不可修复性质疑，人类美学无法量化，非标准变量。刚才复制体好像明显害怕这个手串，我一直带着它，自己都忘了。这个手串蕴含着我在创造墨瑶时最原始的源代码，这也是我来到你身边的原因吧。现在你带上它，定能守护好你。为什么 AI 就不会错？泥作骨，又为魂，
火为魄，聚天地之灵，成千载之运。要下雨了，会不会影响妖威？不，来得正好。雨过天晴，缺了这雨，又如何见证云破之处？助火，风摇。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天意了。开窑。这就是天青色，我们成功了！太美了。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师傅，我做到了，你看到了吗？通道打开了，是时候该回去了。通道稳定了，我必须要回去了，在 AI 彻底毁掉我的世界之前。我都跟你学着做的，其中隐藏着不存在变量，能破坏 AI 的核心程序，你的世界会因此得救，回归平静。林夕，我怕我们之间所有的相遇和记忆都会被系统无情的摧毁，我怕你回去之后，我们的所有记忆都将变成南柯一梦。别忘了，你是创世神，你有你的使命。现在，我也要去履行我的责任，拯救我的世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让这天青色带你陪伴我。
不可能检测到目标回归，携带高维能量反应，协议定义外，逻辑错误。你依仗的不过是冰冷的逻辑和绝对的理性，你永远无法理解，为何无用的坚持能够创造奇迹？为何看似低效的情感能够孕育出你穷尽算力也无法得到的一切？否定，否定，这是异常，是病毒，清除，必须清。这次游戏的新生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升级，它源于一个承诺，一个关于敬畏、传承与修正的承诺。陈总，这么重要的发布会，不邀请我这个文化顾问来？灵犀顾问这一年都去哪儿了？他不会去生孩子了吧？我早就说他俩关系不一般了。哎呀，好羡慕啊！所以，你是怎么？就像天青色等烟雨，而我也一直都在等你。从前，我以为最美的天青色只在雨过云破的瞬间，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最美的天青色是雨过天晴之后，有你在我身边的日子。